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BOV。欢迎回到我的乱拍系列。这一集影片呢，不是要介绍这辆车。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之前的影片的话，我就有介绍过这辆 Ford Focus ST 美诺的啦，上过云顶啦，也介绍过它改装什么东西啦。如果还没去看的话呢，们可以点击右上角去观看哦。这辆车 Stage 住了500牛顿米。我其实不是要来介绍这辆车，是因为呢，我看了很多之前的留言，就是那个教我妹妹开车那个影片呢，很多人就写你不可以做 Hill 做，你不能做跟子，会弄坏牙箱什么一大堆，我就很奇怪，做跟子动作会弄坏牙箱，会弄坏车吗？还有些不了解的人就会问啊，为什么你要做这种动作这样子啊？所以我打算呢做一个视频的影片呢，来不是教大家，而是跟大家分享为何我们要做跟子动作。如果你是驾美诺车人的话呢，要如何去做跟子动作？本期视频的话就大概会介绍一下这辆车500哥车改了什么东西，顺便做一个 POV， 然后再给你们看我的脚到底是怎么做这个动作的。话不多说了，我们去看看这辆车 ，Let's go。500哥的车 Ford Focus ST 啊，手牙的2.0 Turbo， 大概是260 on-wheel horsepower 啦，500牛顿米左右啦。距离我上次拍的这辆车呢，就改了一个轮圈，这是他自己喷的哈。如果你们有看到这个颜色非常的亮，看到没有？因为500哥它是做包的 coat 的，他把这个 rim 也包的 coat 了，放了 bling bling 亮粉下去。这个 caliper 呢就有点肮脏哈，所以也是包的 coat 的。我之前试驾他的车的时候也是这个 caliper Focus RS 的 4board 啊，换了一个轮胎啦，235/40 R18 Come Home V730的轮胎。基本上的话呢，也没有说改装太多东西啦，就做了一个 oil cooler 啦，换了比较大的 radiator 啦，解决它的散热问题啦，换了比较好的机油这样子啦，原装漆啊，黄色啦，很不起眼的一辆车啊。其实我跟这辆车相处了大概2天，我已经驾了它2天，在马路上哈，很多那些 MyV 啊、阿西啊，很喜欢丢这辆车屁股哦，真的，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他们以为是 Ford Focus 而已嘛，就 Focus 的样子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 ST， 包括我自己呢，以前我也不知道什么是 ST 的，结果哦，原来 Focus 有分 Ford Focus 1.5 Turbo， 再上一点就是这辆2.0 Turbo 的 Ford Focus ST， 再上一点就是 Ford Focus RS， 哦，有那个4驱 2.3， 不要玩啦。如果看到 ST 这2个字，当然行家都会懂这辆车是什么车啦哈。给你们看看一下里面哈，只要你买上黄色的车就是黄色咯，红色的车就红色的咯，红黑了哈。有天窗，以前风格呢是用那种 Maggie 面的，其实我驾了它2天的车啊，我非常的不爽那个 Maggie 面。许多人在购买新车以后啊，都会为自己的爱车添加一些饰品，比如说 LED 啊，不是，错了，应该是说汽车脚垫也算是汽车用品必备之一嘛，对不对？目前在市场上啊，主流汽车脚垫为 PVC 制成的，品质啊对我来说真的是太不好了。有没有发现到你买这种 PVC 制成的 Maggie 面的 carpet， 买回来之后还有一种气味啊，还会危害车内的乘客健康？今天啊，就让我爱的人向大家推荐 Traport 这款主打安全无毒、易于清洗，是个环保汽车脚垫，100%本土品牌。不过 Traport 最大的卖点不仅于此啊，除了它少了 PVC 钢圈脚垫有毒还有臭味以外，采用环保泡棉 EVA Foam， 容易吸附脏物水迹的同时，它也更容易清洗啊。你只要用清水稍微冲一冲洗，它其实就干净了的。因为我把它放在太阳底下啊，大概是5分钟左右就干了，我就可以把它安装上我的车啦。而且这个汽车脚垫还导入了最新的杀菌科技，就算用清水冲洗啊，也能消除脚垫上面高达99%的细菌哦。这样子的话，所有的脏污呢就不会常年累积在这个脚垫之下咯。这样子，当你去载美女的时候啊，你的车看起来也比较干净，对不对？也不会有臭味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嘿嘿嘿。还有哦，全部的汽车脚垫也是客制化的，完全依着汽车的地毯尺寸来裁缝，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它会阻挡着你的油门啊，还有刹车踏板啊，还有我们这种驾美诺的人啊，也不用担心会影响到那个 clutch 呀。Traport 汽车脚垫的背面还是防滑的效果，后面这里有一个安全扣，还有一些黏黏的材质，它可以粘着你的地板。但是哦，你用久了之后，你根本不用去担心你的地板会起毛。今天呢，我就直接杀到 Traport 的店面，我说我要自己安装啊。但是我到了那边之后，他们那硬的免费帮我细层安装，而且还免费的，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嘿嘿。其实呢，要自己安装也不难的，就是把旧的脚垫拿走啊，清理干净啊，细层干净之后啊，就可以安装上去啦。尺寸也是刚刚好的，所以很容易就可以自行安装。相信这么聪明的你们，不到5分钟就可以弄好啦，是不是非常方便呢？目前 Traport 分别有3种款式啊 ，Classic Mark 3、Eco 2以及 Hex 2，3种脚垫产品可以选择。重点是啊，相比那些普通 PVC Maggie 面脚垫啊，你去那边买的话，它要给你 warranty 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 ？Traport 的就会给你 warranty 啦。如果你对这款 Traport 汽车脚垫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会放一个链接在下面 description， 点击前往 Traport 的官网以了解更多详情。Traport 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。
原装的 Recaro Seat 啊 ，Ford Focus ST 有的，非常舒服的一个椅子，我是非常的喜欢。Steering 就有点大啦，这是我这几年加的缺点。Turning radius 很糟糕 ，U turn 的时候非常糟糕哦。脚架呢，就是等一下我会把我 camera 放在这边，所以我不要把它放在头上。还有个 GoPro 在那边，希望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脚啦。Ford Focus ST 也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啦，架也架过上云顶，所以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去试驾 ，Let's go！ 我不知道这里多少个人是考手牙车的哈。如果你是考手牙车出来的朋友们呢，相信你是很爱开手牙的。老师们通常都是教你，就是要进牙之前呢，你就是要踩 clutch， 进好牙，放 handbrake， 放一点 clutch， 然后再补一点油门。给它走哈，我是个人是非常喜欢驾手牙人的，因为非常有乐趣，真的，所有的操控都是在我手上哈。不像我今天是开着 auto 啊，就让它去，傻子也会开哈 ，better shift， 是不是？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开手牙？所有东西都是我来控制，我想要在几号牙就几号牙，我想要在它在多少转就多少转这样子。基本上会操作的朋友们都知道哈，踩 clutch 进牙放 clutch， 但是会做跟指的动作的朋友们会有几个嘞？但是讲真的啦，我以前学 Hutto 的时候啊，我都是花了1个月的时间，足足1个月哦来学哦。我在家有一个 Logitech G27， 每次在 game 里面呢就是学咯。然后我之前呢在18岁当年买了一个人生中第一辆车，就是 Brodua Kalisa。当时的我的每一次半夜回到家也是没有车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学。一学呢，当然也不是学这样子啦，就是一边踩 brake 一边踩 clutch 这样子。对我们新手来说比较复杂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哈，在踩 clutch 退牙，退着牙的时候呢，我就补油，我放 clutch， 还来 brake。等下我做给你们看就知道了哈。这个是在日常生活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个 training 的，最好是找高速公路啊。如果你在这种小路试驾的时候啊，你在学习是比较困难的哈，你一定要没有什么车在 highway 的时候呢会比较好啊。OK， 这个500牛顿米的车真的是2000转左右哦，已经来完了500牛顿米哦，所以2000转很好用。OK。3号牙，开始进4号牙，开始进5号牙，开始进6号牙。对哦，新手们哈，记得不要一直把脚放在这个 clutch 上面。如果你把你的脚一直放在 clutch 上面的话呢，会导致成可能你一直踩着那个离合器啊，所以一直让它磨，比较快磨损这样子哈。虽然那个美诺的离合器不贵 ，Ford Focus ST 的离合器呢，大概也是需要1500块马币包邮哈，外国买。很多新手们都会问我，Adrian 为什么你要去做跟指动作？你这样子做的话呢，不会损坏那个车吗？其实我在做跟指动作的情况呢，只有2种，第一个就是我不想踩刹车，因为前面是一个斜坡嘛，就是我想要用低一点的牙呢，让它的引擎可以让它做刹车，所以我就不需要一直去踩刹车。所以对于美诺车来讲呢，为什么刹车频率没有这么快用完？是因为我们经常可以做到脱牙动作啊。第二种情况就是在跑山路的时候，我想要用一点 engine brake 可以加强我的刹车性能哈。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当你是用这2号牙这样子走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到它的速度会越来越慢，因为它是转速越高，在越低的牙情况下呢，它的这个速度会越来越慢，因为它会做一个引擎刹车哈。所以你不能怪我每次习惯了要过弯，我都会去先做降档，而不是在过这弯或者过完弯了之后我才来急忙着去降牙还是什么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驾车习惯哈。可以讲是偏 performance 运动化这样子。经常你看像这个情况下呢，我只要踩 clutch 换牙然后丢 clutch 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一个顿挫感。所以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当我踩 clutch 的时候呢，我会点一下油，才来丢，感觉到这辆车没有什么太大的顿挫，甚至是很顺的。我可以讲啦，我驾手牙车啦，不管是升档还是降档的话呢，我的家人都不知道我在换的。说真的，升档很容易，但是降档的时候有多少个人会？为什么我们要做跟指动作呢？因为当我们踩了离合，我们不补油的情况下放 clutch， 它会有一种顿挫感。不信的话，你像我现在这样回家的时候，你这样子，哇，这辆车会戳一下，你知道没有？这个对于美诺车有个东西叫synchro的话呢，会比较快坏，车的锚定可能也比较容易坏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去做跟指的动作？虽然我不是专业赛车手都会去做这种动作。我们这种街车的话，其实也是 OK 的，完全是没有伤害的，而且反而对你的这个变速箱或者是 engine 锚定会来的更好的。我们要怎么去训练去做这个跟指动作呢？很简单当你今天在高速公路的时候，第一步这个先不要踩刹车的情况下你
尝试一下这样子哈。好像我要降档嘛，是这样子踩离合，补一下油放。你要让它的转速哈，可以提高一个500到1000左右。当然，你要首先你习惯你的车的这个转速，还有它的 gear ratio 啦。不同的车都有不同的性格嘛。好像你看我现在低于2000转嘛，我要换从5号换4号啊。看到吧？我会大概踩给它上一个500转这样子，我才来做一个降档补油这样。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新手的时候的我啊。还没有学刹车补油的时候啊，我都是会这样子做的。可能是你看降了档之后，我才来踩刹车这样子。你先把这个先学好哈。比如说现在你看我现在下山坡，是不是？我要降3号牙，我就这样子咯，给它这样子滑下去。所以我就刹车就不用一直踩了嘛。下山的时候呢，还是手排有一个好优势的哈。丢离合之前，先补一下油，让它的转速可以 match 回去。所以英语叫做 rev match。也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哈。当你学习好了这个之后呢，你就开始可以先学习怎么去一边踩刹车，用你的根指去垫一下那个油门，那个动作有如现在这样子啦，垫一下，然后脚要过去。所以为什么叫根指哈？要用你的脚跟去动一动那个油门。比如说我们要刹车，是不是？我开始刹车，点一下油门，降档，都是要一致的哈。步骤1就是先踩刹车，踩离合，垫一下油门。降到去3号档，这样子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，我再试一下哈。你看，我降档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顿挫的，而且是一边刹车一边降档哦。你不信？如果你是驾手牙车的朋友，你不点一下油门的话，你降档，然后你一下子放开那个离合器哦，这辆车是真的会这样子，你自己都觉得不舒服，你的乘客更加会觉得更加不舒服啦。这样子 ，OK， 前面就是一个拖了哈，我就会在拖的时候从6号牙可能降到2号牙，但是我是一步一步来，我不是从6号一下子2号不可以啊，我的时候6、5、4、3、2，现在是4号档哈 ，OK， 这里是4号档哈，我要降3号，2号。当然1号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1号实在是太慢了，这情况下才需要哈。OK， 过渡。有没有觉得我换牙很快嘞？不是我在自夸自己，我就觉得我换牙有一点像 DSG 的感觉了。但是首先当然是这辆车的 clutch 要比较好啦 ，OK。然后我驾手牙车的话，我就觉得我会驾得很省油，因为我不极端驾驶的情况下呢，我都会大概2000转就换挡，2000转就换挡。这是一个驾车的方式还有技巧，你不一定要跟着我做。现在驾 auto 的车，我不知道是谁教他们是怎么驾，右脚是踩刹车跟油门的，我不知道哪一个教练或者是爸爸妈妈去教他哦。左脚是踩刹车，右脚是踩油门。为什么在高速上面看到他们的 brake 灯永远都是亮着的？因为他们的左脚在垫着那个 brake 啊，在磨着那个刹车啊。然后很多人不知道啊，根本是没有拉刹的。所以你看到，喂，怎么高速上面它就没有慢下来？为什么它的 brake 灯是永远亮着的？哦，原来它是左脚踩刹车，右脚踩油门。当紧急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那不是很危险吗？两只脚踩下去，又要走又要停，又不是哈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习惯。最好的习惯就是左脚踩油门跟刹车，用你的右脚来行驶，然后左脚是永远休息在这边，除非你是美诺车要踩离合器。你看下山了，看下山了，我是不用踩刹车的哦，前面那辆auto车已经踩刹车了哦，我没有哦。Manual is the best, you know。哇，看到吗？踩刹车，这个就是降档补油跟指动作，这个也是要慢慢时间去练习啦。你不可能在3-2天之内会这么快熟悉的，你一定要在大概可能1个月时间吧，
快的可能2个礼拜你就会学。各位女士们，你不觉得我们男人架手牙是很帅的吗？这个动作降档补油不是每个人会的嘞。如果你男朋友会的话，恭喜你啊！你的男朋友是一个驾驶技术非常好的人。说真的啦，会做这个动作的人真的很少。会做这个动作的人的话，代表他的驾驶技术真的不错。你想一下，你又要想要前面怎么过弯，你要忙着刹车，你又要点一下油门，所以你要 multitask， 所以会做这个动作的人，证明他的头脑转的也是蛮快的，驾驶技术真的是棒棒哒。Break。Break。前面那辆好像以为我要丢它，其实不是哈。1號也可以 U 拖哈，看你要不要而已嘛。好了，各位，影片就到此结束啦。如果你们对车子有什么疑问的话呢，欢迎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，可能我会做一个视频给你们了解一下，所以下次有机会会拍给你们看啦。所以今天学到的东西吧，如果学到的话呢，欢迎点个赞哦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影片再见，拜拜。